新加坡政府已经明确投入上亿新元，计划在2026年把人形机器人和微型卫星投入实战部署。如果你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底层逻辑，就会发现安全感向来都是昂贵的。一项以2026年为节点的科技主权计划已经在日常中启动，这要从南洋历史和新加坡的生存焦虑说起。我们看到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2%， 而新加坡依然吸引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资金看重的是国家在面对地缘摩擦时维持运转的能力。2026年这个时间点契合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重构的周期，也对应了人工智能技术从软件向实体硬件大规模转移的窗口期。新加坡要在这个窗口期关闭前完成布局。现在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大量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新加坡根本无法在传统的成本驱动型制造业上与邻国竞争。要想在新的区域分工中不被边缘化，新加坡只能选择向产业链的最顶端攀升。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本地核心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生活成本的上升让中产阶级感受到了实质性的压力。这种个人焦虑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生存危机感。新加坡从1965年建国起，就面临着随时可能被边缘化的风险。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水资源问题。早期，新加坡严重依赖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供水。为了打破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新加坡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生水技术和海水淡化技术。现在的科技主权计划本质上就是21世纪的新生水工程。从早期的电子政务到全面铺开的智慧国计划，再到如今投入重金打造的科技防御体系，新加坡的每一次科技布局都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根据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新加坡在研究与创新方面的5年拨款高达250亿新元。只有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在国际局势变动中继续安稳地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过着平静的生活。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实质性动作。新加坡内政科技局已经确认投入1亿新元，建设一个面积相当于6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人形机器人中心。这个中心的推进时间表排得很紧，官方计划在2026年9月开始全面运作，2027年直接将这些人形机器人投入一线实战部署。为什么要把重金投入公共安全和救援领域？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与人口战略考量。大国研发人形机器人通常是为了追求商业化量产，进入工厂流水线替代产业工人。新加坡研发人形机器人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劳动力短缺以及危险场景下的国家安全需求。根据新加坡政府发布的人口白皮书，2023年本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 0.97 的历史低点。这意味着未来10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将大幅减少。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新加坡目前的机器人密度高居全球第2，每1万名制造业工人就配备了770台机器人。这意味着我们的自动化基础已经很成规模。大市巨型港口目前正在广泛测试全自动无人驾驶车辆和自动化起重设备。传统的轮式机器人或固定的机械臂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城市灾害现场。当玉郎岛的重型化工厂发生有毒化学品泄漏，或者密集的建筑群发生火灾时，人类救援人员进去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时，人形机器人就能派上用场。它具备能自主决策能力，能够像人一样攀爬楼梯，跨越障碍物，将高昂的前沿科技研发成本通过公共安全这种国家级刚性需求进行内部消化和技术验证。这是典型的新加坡模式。未来冲在危险第一线的将是机器人。地面的机器人布局只是整个2026科技主权计划的一部分。新加坡的科技主权不仅在地面展开，也延伸到了太空和数字网络领域。我们先看太空领域。2026年4月，
新加坡将向地球轨道发射并部署一颗重约100公斤的微型卫星，代号 Explorer。它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监测全球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的扩散路径。这颗只有微波炉大小的卫星标志着新加坡正式从一个技术应用者转变为拥有独立太空监测能力的国家。目前，新加坡已经聚集了大约70家航天科技公司以及2000多名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员。政府设立的太空科技与产业办公室自2022年起投入了2.1亿新元，专门扶持太空项目。面对预测到2035年将达到1.8万亿美元的全球航天经济规模，新加坡参与其中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海底电缆容易受到物理破坏或地缘政治冲突的干扰，发展微型卫星网络可以作为关键时刻的通信备份系统。近期全球知名的黑客大会首次在新加坡召开，这释放了新加坡政府对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性保持警惕的信号。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系统自主识别甚至自动制造零日漏洞的风险正在上升。所谓零日漏洞，就是软件开发者还没发现但已经被黑客利用的系统缺陷。新加坡走的是一条结合了物理空间安保与数字网络攻防的双重防御路线。政府主动邀请全球的黑客来系统性的攻击和测试我们的模型与防御系统。这种主动寻找系统漏洞的策略，证明了新加坡在面对前沿技术武器化时的认知。新加坡在用长期的忧患意识建立抵御未来风险的防线，从人形机器人到微型卫星，再到网络防御战线，这就是新加坡为2026年规划并付诸行动的战略布局。这种新加坡模式向所有人表明，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安全感不能依靠外部给予，只能靠技术实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来建立。当国家把大量资本、资源和政策倾斜到这些科技领域时，去主动理解并掌握科技的发展逻辑，就像当年先辈适应南洋的生存环境一样，是我们需要具备的生存技能。在这些前沿技术全面普及、改变现有职场规则之前，利用各种资源提前更新自己的专业技能库，是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稳妥的生存方式。根据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职位空缺报告，信息通讯技术、金融科技以及先进制造业的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政府推出了技能创前程计划，为4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提供4000新元的培训补助，专门用于进修这些高需求领域的课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传统的执行者角色转变为能够指挥和协调机器设备的管理者。如果你对2026年的科技发展有任何看法，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每一条都会认真阅读。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次见。